陆恒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被他无情抛弃的 Omega 会在他死后毫不犹豫地选择殉情。不仅在他瘫痪被所有人抛弃时，用命去赚钱依他到最后，更是在他死后毫不犹豫地点燃108个煤气罐为他殉情。火海内，单薄的 Omega 仿佛感受不到疼痛，温柔地把陆恒的尸体搂在怀里，另一只手拽断了脖子上的戒指项链。石彦之自己戴了一枚，然后颤抖着手给陆恒戴上了另一枚，随后低着头说道：“恒哥，到了那个世界，别再讨厌我了好吗？”此时，石彦之对着玻璃门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仔细确认脸上没有血迹后，深呼一口气，平直的嘴角熟练地扯出一抹微笑的弧度，朝着陆恒的病房走去。已经确定了，所有器官都在衰竭。医生摇摇头，语气带着惋惜，即便是通过后续的治疗，不治了。陆恒失语太久，刚能说话，嗓音有些沙哑。石彦之从大脑嗡鸣声的空隙中分辨出陆恒的声音，几乎是瞬间，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医生还没接话，病房门就被用力推开，伴随着石彦之咬牙切齿的声音：“治！”病房内的几名医生同时诧异地看向石彦之，继续治疗的话，会需要一大笔费用。治！石彦之语气坚定，眼睛直直地盯着陆恒，胸口起伏剧烈。多少钱我都会想办法，必须治！你这算了，你们先出去，我跟他说吧。过来。陆恒躺着，他身体瘫痪，没办法自己起来。石彦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过陆恒用这种堪称温柔的语气跟自己说话，哪怕一肚子的气，还是乖顺地往床边挪了几步。听我的，不治了。从他意识醒来到现在的半年时间，他视觉、听觉、语言功能全部受损，近几天才堪堪恢复。原本以为是好消息，医生却说是回光返照。石彦之看着他，突然一笑：“我今天买了你喜欢的鲈鱼，炖了汤，扶你起来喝点。”阿燕，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石彦之，他的嗓音都有些颤抖。听话，我扶你起来，鱼汤要趁热喝。阿燕，今年天气真怪，快惊蛰了又下这么大的雪。石彦之固执的自说自话，伸手要扶陆恒坐起来，这样也好，等你好起来正好赶得上花开。石彦之，陆恒加重语气又喊了一遍。石彦之脸上的笑意瞬间消散。如果你恢复语言功能就是为了说这种废话，那还不如不恢复。陆恒努力抬起酸软无力的胳膊，想要拉住他的手安抚，却被他狠狠拍开。那个向来温文尔雅的人气急败坏地拉开自己背包的拉链，把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全都倒在病床上，都是一沓一沓的钞票，大约有20万。我有钱。石彦之看着他，眼里交织着不解和心痛。这些不够，我还能赚更多。我们不是治不起。陆恒在这些日子里早已尝过无数次心碎的滋味，可失明状态下感受到的到底和他亲眼看到时不一样。他是真的错了。这么好的石彦之，他当初怎么忍心辜负他？阿燕，陆恒态度更软了几分。我这个病已经治不了了，这半年我已经拖累你很多了，你不该这么心软的。我对你又不好，别说废话。我有钱，你就老老实实接受治疗。陆恒还是摇头。器官衰竭是一方面，医生刚才还说我的信息素已经消退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了。石彦之如遭雷劈，身体虚晃几下，险些栽倒在地，不可置信的喃喃：怎么会？无论是对于 Alpha 亦或是 Omega， 一旦信息素溃散，人也就离死不远了。石彦之呆呆站了半晌，双膝一软，猝然跪倒在病床边，双手捂着脸崩溃的呜咽出声。陆恒眼眶跟着一红，以前他不待见石彦之，现在见他流泪都心痛。陆恒吃力的抬手，轻柔的摸了摸石彦之的头发：别哭，我走了是好事，你以后要好好生活，没有我的拖累你会过得很好。石彦之哭得说不出话，只能不住的摇头。陆恒还想再安慰几句，余光忽然瞥到石彦之手腕绷带下露出的图案一角，呼吸倏地停滞，抚摸石彦之发丝的手不断颤抖，最后沉痛的闭上眼睛。那是他出示的那个地下赛车场的参赛标志。石彦之一向不碰任何危险运动，如今为了他竟也去那种要赢不要命的地方参加比赛，20万，甚至这半年来的所有医药费，大概都是石彦之用命去换的，而他只能躺在病房里当个废人，任由一个已经跟他离婚的 Omega 去为他拼命。他可真不是个东西。陆恒的病情急转直下，恶化的在情理之中，却让人猝不及防。再待在医院已经没意义了。石彦之带他回了家。出院回来的几个晚上，石彦之都不敢睡觉。陆恒已经吃不下东西，意识昏昏沉沉的，清醒的时间已然很少了。惊蛰前一晚，陆恒难得清醒了一次，破天荒的喊了句：哥，彦哥，我死了之后你要好好过日子，过得幸福一点，遇到喜欢的 Alpha 就好好在一起，你这么好，一定不会再遇到我这样的混蛋了。石彦之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点头，好。陆恒依赖地靠在 Omega 单薄的怀里，抓着石彦之冰凉的手，还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静了片刻，陆恒疲惫地闭上眼睛，我睡一会儿。他没再醒过来，最后一缕黑檀木信息素随之消散。陆恒没想到人真的有灵魂，更想不到人死了，灵魂也会心痛。他变成透明的魂体，看着池彦之小心地吻了吻他的额头，晚安。陆恒看见池彦之抱着他的尸体哭坐到天明，眸底一片死寂。临近中午，池彦之才丢了魂似的起身往外走，没走几步就被门框绊了一跤。陆恒飘过去踹那个碍事的门槛，扭头看见池彦之满脸的泪。池彦之在院子里舀水洗了把脸，脚步朝厨房的方向迈出半步，又骤然停住，似是想起屋里那个人不会再醒来吃他做的饭了。他呆滞地站在院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心疼地围着池彦之直转，想要帮他擦掉脸上的灰，想整理他凌乱的发，可他安慰不到他的 Omega， 只能干着急。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乍然响起，半个房子瞬间变成火海。池彦之似乎被这宿命般的巨响惊醒，猝然转过身，没有半分犹豫地冲向卧室。不要，彦哥，别！陆恒一惊，大声嘶喊着想要阻止池彦之，伸出的手却一次又一次穿过池彦之的身体。这房子紧靠着一家小餐馆的厨房，几个煤气罐一起爆炸，火焰和浓烟一起冲向天空。快走，彦哥，快走！透明的灵魂妄想把一个活人拖出这片火海。池彦之听不见，他单手把陆恒的尸体搂在怀里，另一只手拽断了脖子上的项链，项链吊坠是2枚戒指，池彦之自己戴了一枚，然后颤抖着手给陆恒戴
戴上了另一枚。陆恒怔住，呆呆地看着那枚戒指，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石燕之后背的衣服已经开始燃烧，他却感觉不到那灼骨的烫意一般，温柔地把陆恒的尸体搂在怀里，另一只手拽断了脖子上的戒指项链。石燕之自己戴了一枚，然后颤抖着手给陆恒戴上了另一枚，随后执拗地把自己的手指插进陆恒的指缝，然后握住，浓烟呛得他喘不过气。他边咳边念叨：“你愿意，嗨嗨，嫁给陆恒先生，嗨嗨，无论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可一辈子不离，嗨嗨，不弃吗？”陆恒几乎能闻到皮肉烧焦的味道，他的灵魂疼得4倍撕裂，世界一下子安静了，静到他清楚地听到迟燕之的答案：“我愿意。”他已经用行动践行了这段誓词，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顺境逆境，他当真陪着陆恒一同走过了。以前我不敢说，怕你不爱听。迟燕之弓着身，把尸体抱在怀里，又断断续续咳了几声：“我不想离婚的，但你不开心，我愿意成全你，反正我也……”他苦笑了一下，没有说下去。我怕真有另一个世界，你照顾不好自己，我会担心。这样很好，可以和你一起去。火焰无情地吞噬迟燕之和他后面的话，但陆恒听清了，他说：“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到了那个世界，别再讨厌我了。”高温和浓烟逐渐夺走迟燕之的呼吸，但他平静地接受这一切，没关系。迟燕之似乎感觉不到痛了，原来人在临死前真的会有一刻觉得一身轻松。讨厌我也没关系，我爱你。火焰把迟燕之和他的低男一同吞没，陆恒眼睁睁看着大火吞没欧梅的瘦削的身体，直到最后一刻，那人与他交握的手都未曾分开。无论是被浓烟呛死，还是活活烧死，都是他无法想象的痛苦。可迟燕之一开始是有机会平安离开的，他亲手放弃了生的权利，要与一个讨厌他的人共赴另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世界。浑浑噩噩中，陆恒看到迟燕之乞求般看着他：“别再讨厌我。”我没有。陆恒赶忙去拉他的手，却扑了空。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和一枚掉落在地的戒指。阿燕！陆恒猛地睁开眼睛，心脏跳动的频率似要冲破这具躯体。他呆滞地看着桌上10几个酒瓶，茫然地想：他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酒吧里？做噩梦了。好友顾青舟慢悠悠瞥他一眼，递来一只手机：“你醒了正好，有个电话。”陆恒神情恍惚地接过手机，涣散的目光挪到手机屏幕上，然后一点一点聚焦，看清那个名字后，心脏猛地抽痛，迅速接听了这通电话。或许是迟燕之火海中为他殉情的场景冲击力过于巨大，以至于陆恒想起来那画面，呼吸就发紧，半晌才从齿间挤出一声变调的称呼：“阿燕。”电话那头的迟燕之似乎没有发现他的异常：“你能不能？”陆恒噌地站起来：“什么都能？你要我做什么？你喝酒了吗？”迟燕之也愣了一下：“明天你方便来湖景路接我吗？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就不用等。”陆恒方才还一片混乱的脑子瞬间清醒：“不离婚，我马上回去，我们见面说。”电话那头又沉默下来，终于意识到不对的迟燕之看了看手机屏幕，原本想打给齐星河的电话居然打到陆恒那里去了。好巧不巧的，几乎不接他电话的陆恒这次偏偏接了。迟燕之对自己有点无语，随手挂断了电话，把手机丢到一边，随后窝在沙发一角费劲的回想刚才陆恒说了什么。“我先走了。”陆恒胡乱把手机往身上一揣，打了声招呼就往外跑。“哎，给你订了对面酒店你，不是，你怎么把我车钥匙顺走了？”陆恒现在顾不上细想眼下是什么情况，他只想立刻马上见到活着的迟燕之。车子一路疾驰，最后被一脚刹停在湖景路1号的地下停车场。Alpha 踉跄奔进电梯，随着楼层升高，心跳愈发剧烈。陆恒推开大门，家里没开灯，空气中弥漫着柑橘性烯素清淡微涩的香。陆恒的目光精准落在蜷缩在窗边沙发角落的人影身上，他朝迟燕之走去，奇异的，每走一步心都更安定一分。皎白的月光朦胧地笼罩着迟燕之，本就冷白的面庞显得更加出尘屹立。离近了才发觉迟燕之脸色苍白的不正常，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果真在发烧。陆恒俯身拾起掉落在地的薄毯，重新给他盖上，再抬头时不期然撞上一双眼睛。“你？”迟燕之拧着眉看他，神情不解。“电话里跟你说了，我马上回来。”“迟燕之胡乱点点头，发烧烧的他整个脑子都在疼，没法仔细思考陆恒对他反常的态度。“你发烧了？药箱在哪里？”陆恒问。迟燕之闭着眼指了个位置，陆恒过去翻了翻，药箱是找到了，但里面都是些纱布碘伏，愣是一片药也没有。“没药了，你别睡。”陆恒返回沙发边，“我去给你找件外套，咱们去医院。”这话像是戳到了迟燕之的逆鳞，他拥着薄毯坐起来，语气冷硬：“我没事，不去医院。”陆恒垂眸看着他，心脏被无形的手捏得发酸，失而复得的感觉他来不及细细品味，这会儿只想什么都依着迟燕之。“那我去买药，你乖乖等我。”迟燕之清醒了些，不爱麻烦人的轴劲又上来了，他微微摇头：“我睡一觉就好。”“你是来取离？”陆恒不想听见那2个字，忙打断了他：“你先睡一觉，有什么事等你好了再说。”说完就逃命一样离开了。听见关门声，迟燕之半天回不过神，陆恒回来了。陆恒给他买药去了，他没穿越吧？怎么会发生这么玄幻的事情？迟燕之抬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是烫的，要不还是去趟医院吧，都给他烧出幻觉来了。迟燕之样样的靠着沙发一角胡思乱想，好半天才给陆恒这倒反天罡的行为找到了合适的动机。也许是因为他答应离婚了，也没打算纠缠陆恒，这才看他顺眼了些吧。想通之后，迟燕之觉得原本因为陆恒的出现而好些了的疼痛又明显起来。以前他还会抱有幻想，想着陆恒有天能放下对他的厌恶，正视一下自己。半晌，他挣扎着起身，把那份他签完字就眼不见心不烦的丢在置物架上的离婚协议书拿过来，端端正正摆放在茶几上，然后强撑着无力的身体回了主卧，躺下，把被子拉过头顶。难以言喻的悲伤汹涌而至，而他溃不成军。昏暗中，一个空了的药瓶滚进床底，但是阿燕已然去意已决，
尽管陆恒把离婚协议撕毁，池燕之还是重新写了一份，并叫陆恒2天准时去民政局离婚，随后还叫齐星河来帮他搬家。此时刚刚买药回来的陆恒看到客厅已经没有人了，陆恒站在客厅内浑身发凉，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闯进主卧，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还好人没走。陆恒试探着喊了几句，却都没有得到回应。池燕之睡得很沉，眼尾透着一抹粉，睫毛是湿的，看起来像哭过。陆恒突然就想起上一世池燕之说他不想离婚的，我不想离婚的，但你不开心，我愿意成全你。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到底有什么好，能让池燕之为他如此难过，又对他恋恋不舍？叫不醒他没法喂药，陆恒给他贴了退热贴，冰凉的触感令池燕之皱了皱眉，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坐在身边，是陆恒回来了。心脏一阵忽如其来的抽痛，池燕之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药物副作用让他嗜睡，可那双不争气的眼睛偏偏想要再确认一次，意识和身体机能对抗拉扯。池燕之睫毛剧烈颤动几下，微微睁开眼睛，真的是陆恒。他的目光缓慢下移，看见被陆恒拿在手上的离婚协议书，满心满眼滚烫的喜欢被一桶冰水浇灭。池燕之感觉自己烧得更重了，否则怎么会这么冷？你醒了。陆恒把离婚协议书撇到一边，扶你起来吃药好。他温柔的语气让池燕之的心脏渐渐回温，奈何唯一能说话的部位是池燕之浑身上下最硬的器官。我没事了，你取了离婚协议书就走吧。陆恒没动，池燕之茫然了下，又反应过来，我忘了，这房子是你的，你放心，我没有纠缠你的意思，行李我已经，我巴不得你纠缠我。陆恒语气淡的仿佛只是说了句无关紧要的话，眼神却无比认真。池燕之怀疑自己幻听了，那不听他使唤的嘴巴非要问个清楚，你说什么？我说我巴不得你纠缠我。陆恒头回见平日喜怒不惊的池燕之脑子不再现的样子，越看越喜欢，越喜欢就越心疼，之前全是我的错，我不想离婚，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池燕之本就转不动的脑子彻底罢工，呆呆的看着陆恒把离婚协议书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里，又乖乖就着他的手喝水吃药。他身体不断小幅度的发抖，不知是冷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砸的心都在颤。陆恒只当他冷，为了要连人带被子往自己怀里一揣，还难受吗？理智一时半刻无法上线。池燕之从心的嗯了一声，药房的人说标记一下能舒服些。陆恒本不想这时候提出标记，但池燕之实在难受，他们之间上一次标记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是释放信息素不能很快缓解池燕之的症状，可以标记一下吗？池燕之很想劝阻自己，可惜没成功。他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等到陆恒的第2次标记，本来已经打消了这念头，现在陆恒主动提起来，他根本无法拒绝。我没等没回答，只是低下头，是无声的邀请。黑檀木干燥温和的气味涌入鼻腔，池燕之逐渐失去力气，身体软软的靠在阿法怀中，很快就又睡去。柑橘味清甜到惹人心疼。上一世他瘫痪，是池燕之这样抱着他喂饭哄睡的，他渐渐对那个怀抱上瘾，可这会儿换他把池燕之抱在怀里，他才发觉这个人好轻，明明也有1.8米的身高，怎么能这么轻？上一世他先是眼瞎心盲，对池燕之的好视而不见，即便重生后，每想到池燕之被大火吞噬的那种心痛，甚至比他常受过的痛苦剧烈千万倍。他明明死过一次，却觉得自己又被凌迟。陆恒垂眸望着池燕之空荡荡的手指，轻声说：阿燕，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换我来珍惜你，你走的时候该有多痛，我何德何能让你做到如此地步？翌日清晨，池燕之眼皮动了动，意识尚未回笼，硬生生被腺体的剧痛给疼醒了。他坐起身，急喘几下又屏住呼吸，心脏剧烈跳动，像是下一秒就能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池燕之咬牙缓过这一阵疼痛，虚脱般重重仰倒，用靠近床头柜的那只发麻的手捞开抽屉，费力地摸索着。药呢？想起什么，他蓦地停了手，药昨晚就吃完了。他瞪着迷蒙的眼睛，他心底不知道从哪突然冒出一股怒气。他可以包容陆恒的所有，但他都答应离婚了，陆恒何必如此羞辱他？陆恒一夜没睡，大清早跑去城南那家爆火且限量的早点店排队。他思来想去一整晚，发现自己对池燕之的喜好了解太少，唯一记得的就是池燕之和他一样偏爱这家的早点。回来时，池燕之已经衣衫整齐，正双腿交叠，以一种极度放松的姿态靠在窗边沙发上翻看一本时尚杂志。然而沙发前却放了一只行李箱。听见声音，池燕之偏头望向他，拉着行李箱走过来。离婚协议书放桌上了，等你有时间我们就去民政局办手续。陆恒以为池燕之醒了，哪怕有气，他们也能谈谈。池燕之一直都是这样的，再生气也不会摔门离开，只会建议两人冷静下来谈一谈。陆恒想着，只要有机会谈谈，他就能跟池燕之道歉，承认自己的自大和无耻，求得池燕之的原谅，并发誓永不再犯。可池燕之没给他这个机会，即将擦肩而过时，陆恒才反应过来，一把攥住了池燕之的手腕。他有种感觉，如果现在他不拉住池燕之，就再也留不住这个人了。我们不离。陆恒掌心的暖意从皮肤一直渗透到池燕之心里，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想要留下来听陆恒后面的话的冲动。可是几倍于正常人感受到的疼痛又在提醒着池燕之，他的口袋里整齐叠放的检查单不允许自己再犹豫。何况陆恒也不是第一次这么骗他。阿燕，我们不离婚，我错了，你没有错，你只是不爱我而已，这不怪你。池燕之打断他，陆恒张了张嘴，爱字太重，他怕开口的太轻率反而像在说谎。可现在不说他又怎么留住池燕之？他下意识握紧池燕之的手腕，艰难的咽了口唾沫，我没有不爱你。他小心的寻找词语来敷衍自己的样子，如同一把利刃将池燕之捅穿。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抱着不该有的期待，相信陆恒不肯离婚的话语中能有一分真心。陆恒这次又和谁打赌了？上次赌我不会游泳也愿意拼命救你，上次赌我的手稿被你弄丢也不会怪你，这次又赌什么？赌你说爱我，我就会留下来。方才真的有一个瞬间，
池燕之想把压在他心上令他快要撑不下去的一切都告诉陆恒，可是现在不能了，他在陆恒面前丢过太多次脸，唯有这一次他想保留一点尊严。池燕之猛地把手抽出来，转眸平静直视着陆恒，然后呢，再和之前一样，告诉我你只是在骗我，对吗？我已经履行了和你离婚的承诺，就这一次，给我留一丝体面，可以吗？陆恒都忘了自己曾经还做过那样的蠢事，顿时无言以对的愣在原地。池燕之的手指紧紧握住行李箱的拉杆，眼睛里写满失望。恰巧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我朋友来接我了，之后几天我有些事，你这边准备好去民政局，提前联系我，我会安排时间赶来。说完，他冲陆恒微微点头后决然离开，就像对待一个走路时不小心撞到他的陌生人。我没有骗你。池燕之没有回头，似乎并不在意。陆恒心脏紧缩，他知道今天放池燕之走了之后，或许再无转圜的余地。陆恒劈手夺下池燕之的行李箱，把拉杆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仿佛紧握着和池燕之谈判的筹码。可池燕之的神情让他的心又凉了半截。池燕之没说话，只是索要的伸出手。陆恒拉着行李箱退了一步，祈求道：“别走，我们谈谈。”见他没有要归还的意思，池燕之的手垂了下去。如果你怕我带走你家里的东西，尽可以检查。办离婚手续的时候记得把箱子还我。我不是这个意思。陆恒急切地吼了一声，抛下箱子去追离开的人。电梯门正慢慢关闭，他伸手挡了一下。池燕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陆恒受不了他这个表情，狗腿一般双手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你还没吃早饭，我买了你爱吃的那家。池燕之没有伸手去接，我不爱吃他家的饭，我对蟹黄过敏，而那家店是以蟹黄包闻名的。电梯门再次缓缓闭合，陆恒突然失去了再来一次的勇气。他以为至少有这么一件关于池燕之喜好的事情是他清楚的，不过好在池燕之的行李还在家里，他还能卑劣的以此为由哄骗池燕之见上几面。楼下，齐星河纳闷地看着池燕之空荡荡的双手，你行李呢？被扣下了。池燕之淡淡道，我们走吧。他这是什么意思？闹脾气吧可能。池燕之转头朝楼上望去，也没什么重要东西，以后再来拿就是了。麻烦齐哥了，跟我客气什么？齐星河示意他上车。对了，你都打算离婚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池燕之看着窗外，手指不着痕迹地隔着布料摸索着口袋里的纸张，温和道，我有些缺钱，缺钱你跟我讲呀，干嘛把房子卖了？齐星河偏过头担忧地看着他，是工作室又出什么事了吗？池燕之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没有，工作室一切都好，是我个人原因有些缺钱，还差多少？我存款不多，但是几百万还是能帮得上忙的。没事了齐哥，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去我那儿住吧，房间我给你留好了。齐星河没有再多问，知道池燕之脾气倔，不想说的事情就是刀架在他脖子上都不会说。谢谢齐哥了，但我订了酒店。池燕之拒绝，这些天有些事要忙，让你来接已经很麻烦你了，就不去家里叨扰了。你这人有时候客气的我想打你。池燕之抿着唇笑，右颊有个小小的梨窝。齐星河见他笑，稍稍安心了些，扯开话题，你那准前夫弟是后悔了，他就是小孩性子，一阵一阵的。池燕之轻笑，似乎并不在意那个前夫弟，可能我突然把协议签了，他又不爽了，等他过去这个劲儿就能去民政局了。那行李怎么办？万一他不还给你了？没关系，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不还我就重新买。池燕之回想自己在行李箱里装了什么，突然话语一滞，湖景路1号的顶楼复式大平层内，应该是有素质的陆恒正蹲在地上，面前是敞开的行李箱，那只被池燕之惦记的小密码箱此刻就在他手里。他研究了半天，确信自己打不开这个箱子，便放弃了。反正他也不是要窥探池燕之的隐私，而仅仅是想把池燕之的行李一件一件归位。陆恒站在沙发边环视整间房子，这个房子里明明没了阿燕的东西，看上去却毫无变化。池燕之在这房子里留下的生活痕迹着实很少，像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离开。陆恒不知道池燕之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对他失望了，他在这个家里转了一圈，似乎想找到池燕之的生活痕迹。他鬼使神差地进了厨房，打开冰箱，里面满满当当都是食材，蔬果盒子上贴的标签都没有撕掉。陆恒拿起来看，发现日期都是昨天的，显然都是新补上的。难道昨天白天池燕之还没有想离婚吗？是发生了什么才让他下定决心离开，还是即便被伤透了心，池燕之还是想最后照顾他一次？整个房子都被细致地打扫过，昨晚还空荡荡的药箱里已经被塞满了常用药，主卧的衣柜里空了一小半，剩下的全是池燕之买给他而他从未穿过的衣服。陆恒轻轻抚摸那些空荡的衣架，手指留恋地抚摸着和池燕之的衣服靠得最近的那件自己的衣服，他小心地取下来。随着他的动作，衣服口袋里掉出一张卡片，陆恒捡起来看，白色的卡片上写着，如果你不赶时间，能否好好看一看我？背面是铅笔速写的表情很不耐烦的陆恒。陆恒怔怔地看着那句话，然后疯了一样扯下所有的池燕之买给他却从未正眼看过的衣服，从里面翻出了20多张小卡片，很喜欢你，如果你愿意低头看看，这里都是星星，背面画着剖开的心脏，往前2条街有个很香的包子铺，那天我路过，很想你，我想倒贴你，可惜你不要。背面画着睡着的陆恒，不过是错的时间，对的人。背面写着陆恒的名字，有次你醉了，抱了我一下，我想醉的是我。背面画着一对拥抱的小人，明明不开心，看见你笑也想跟着笑。背面画着一双笑眼特写，是陆恒的，有想过偷一个吻，又觉得不够资格。背面画着一个人藏在门后往外看，最短的情诗只有2个字，背面写着的是陆恒。陆恒看着这些小卡片，终于泣不成声。池燕之不爱说情话，2辈子加一起，陆恒只听他说过一次我爱你，还是他的遗言。他不知道池燕之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些的，把这些卡片放在衣服口袋里，是不是在等他穿一次那些衣服，然后发现他的心思呢？一直没等到，他得有多难过啊！不能再让他等了，他得把池燕之追回来，把池燕之想要的双手奉上。陆恒试探地把卡片的照片发给池燕之，消息顺利发出，他还没有被拉黑。酒店里，池燕之靠在沙发上发呆，身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提示音，害他浑身一激灵，点开消息
起他才想起还有这部分卡片被他忘记了。阿燕，我不赶时间，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看看你吗？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消息被迟彦之一个字一个字的删掉，他突然失去了回复的心力，目光似乎在看陆恒发来的消息，又像在看以前的自己。有的人他明明没有对你很好，就偏偏让人忘不掉。迟彦之迟钝的摸摸后颈发烫的腺体，陆恒昨晚标记了他，那种感觉顺着回忆涌遍他的全身。Alpha 给了他这段时间来男友的安心，尽管让他痛苦，但是甘之如饴。喜欢黑檀木的信息素，喜欢陆恒。空气中的柑橘信息素渐渐弥漫开，手里的手机像是烫手山芋一样被迟彦之丢了出去。迟彦之蜷在沙发一角，听着地上的手机不停地响，想看看他发了什么，又怕看到他发的是自己想看到的，那样他还要继续考虑陆恒是不是在骗他，然后心存希望，万一不是骗他呢？万一是真的呢？万一陆恒真的发现了他的好，想要和他相处试试了呢？可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手机终于安静下来，迟彦之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一动不动，蜷缩成一团，有些发抖，双目猩红的死死地盯着手机。迟彦之把手机捡起来，陆恒发了很多条消息，迟彦之没有点开看，最后一条是我等你。他不知道陆恒要等他做什么，或许是约一次见面，也有可能是要去民政局。这一刻无论是哪个答案，迟彦之都不敢看。他长按消息框选择删掉聊天记录，消息开了个头便一发不可收拾。陆恒剖心弯骨般把他所有的抱歉和愧疚，所有的难过和心疼一次性发给迟彦之。他打字从来没有这么快过，这一次手机键盘都要按出火星子了。他才知道再次见到迟彦之，他有那么多话想说。一直到晚上10点，陆恒都没有等到迟彦之，他满心焦急，又怕再发消息惹迟彦之不开心，只能硬熬着。可到此刻，他的焦急逐渐变成了担忧。迟彦之从来不会放人鸽子的，他也不会不回消息，很照顾别人的感受，消息一般都是秒回的。陆恒跟找不到主人的大型犬似的，着急的团团转，最终还是大着胆子给迟彦之打去了电话。酒店沙发上的人影还是蜷缩着，一只手按着心口，艰难的调整呼吸，企图让自己不要那么痛。手机是这个时候响的，他看也没看来电显示就接了。喂，明明痛得浑身冷汗，发出的声音还是如同平时一样冷淡。阿燕。迟彦之一惊，直接长按电源键把手机关机了。怎么又犯这种错误？以前陆恒不会主动联系他，能给他打电话的除了助理就是朋友，他才看都不看就接通。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了。迟彦之把手机紧紧握在手里，喉间溢出几声嘶哑的呻吟，疼得太厉害，以至于他都分不清自己到底哪里疼了。止痛药没了，明天得去医院。迟彦之疼得喘不过气，稚闷感让他只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却依旧感觉氧气快要殆尽，撑不下去的时候，终于如愿陷入一片黑暗。醒来的时候不知过了多久，他正躺在酒店冰凉的地板上，他茫然地望着面前的黑暗，床就在几米之外，他却提不起半分力气爬起来，手机还握在手里，他狼狈地躺着。陆恒，我不敢，不管陆恒要给他的是奖赏还是惩罚，他都不敢拆开看。陆恒看到过他很多狼狈的样子，唯独这一次，他不想陆恒看见。陆恒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再打过去已经关机了，至少他没事，可能是没看消息，也可能是不屑于理他，这些都没关系，只要迟彦之平平安安的。实在没有力气起身，迟彦之在地板上躺了一夜。第二天阳光洒到他脸上时，才恢复了半分生机。迟彦之坐在窗户边晒着，才感觉那颗已经被冻僵的心脏渐渐暖和来。给方觉发完消息，他的手指停在与陆恒的聊天框上，本来聊天框被他删掉了的。陆恒早上又发了消息，阿燕，我路过往前2条街那家很香的包子铺，我也想你，所以我买了2屉，你要来吃吗？迟彦之被晒得暖融融的，没回复，但截了个图，登上自己的社交小号，把截图发在动态，配文和喜欢的小狗谈上恋爱了。他仿佛自己当了真，来来回回退出又点进来，看了好几遍，露出一个和阳光一样暖融融的笑。迟彦之决定今天从医院回来，要是有好消息就去这家店买1屉包子，要是有坏消息那就买2屉。做完所有的检查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迟彦之孤身站在门诊楼的大厅，他捏着那一小叠检查单，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必要再找医生看看结果。叫号的电子音播报3遍他的名字，他才终于回过神来，按下门把的一瞬，他接受了这个结果。医生看着他欲言又止，而 Omega 只是温和的笑笑。癌症是吗？腺体癌，信息素衰竭症。医生反复张口又闭嘴，最终憋出一句，不是晚期，请不要放弃治疗，这个病算是个体面病，不会像别的癌症似的最后把人折磨得不成人样。这话像是安慰，偏偏后面的现实才最残忍。但是病灶在腺体，信息素是腺体送向全身的，所以腺体的癌细胞也会极大概率扩散到全身。意思是他明明生了很重的病，别人却看不出来，看似是给他留了些体面，其实也是斩断了后路。目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还没有研究出来，一般确诊就是有明显症状了，以后症状会越来越明显。医生无言地望着面前还很年轻的 Omega， 你是已婚状态，这种疾病我们有必要告知你的 Alpha， 你后续的治疗需要有 Alpha 信息素的支持。进了这间办公室，一直神情淡淡的 Omega 总算有了些反应，他又急又气，我的病情我有权要求您为我保密，你的 Alpha 有知情权，他很快就不是我的 Alpha 了。医生一愣，为什么？我跟他要离婚了，正在走流程。离婚2字出口，像是带走了迟彦之一半的生命力。我的病请您保密，如果有必要，我想亲自跟他开口。医生点头表示理解。如果迟彦之老老实实听完医生的治疗方案，离开诊室前又回过头，如果摘掉腺体呢？还没离婚的情况下，手术需要你的伴侣签字。好的，迟彦之道谢。如果把腺体摘掉，我会好起来吗？医生满目怜悯，最终遗憾的摇摇头，只能多活1年左右吧。看体质，迟彦之轻笑，右颊有个小小的梨窝。谢谢您，1年啊，好像足够了。